嘿，大家伙早喽！4月10号，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哈。今天是我最后一个训练日，之后的安排是明天休息，后天早晨训练，礼拜三。之后就是周三的中午，从大阪去东京，然后直接飞波士顿。所以周三还能更新，周四肯定是不训练了，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更新吧，我估计可能来不及。到了那边以后，应该周五或者周六去博览会，因为波士顿是周一比赛。目前是这么个安排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我们按照以往的习惯，还是回复大家的评论。一会儿换个视角咱们聊。今天我也跑得要短一些，因为今天明天要忙2天，而且今天你看气温又低了，我冻得有点流鼻涕。行，那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！首先回答一个不是我们频道订阅观众的问题啊，是这1-2年说了好多期视频，您说的对，就是跑步是不一定有这么多可说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咱们这一系列的视频的开始是从北京那场大雪和双11我买了 Insta360 Go 第2代开始的。一开始我跟家属聊的是，我希望记录一些东西，因为我发现那段时间跑步，因为入冬了，北京，然后天气也不好，而且那时候正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有时候跑步的时候就忽然想一些事情，我说我要把它录下来。手机肯定不现实，太大了 ，GoPro 也是，后来就有了它。咱们这一系列节目的初衷，其实是我想分享一些碎片的想法，仅此而已。所以我应该还是会一直这样下去，只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时不时纠偏，有时候太正式了，有的时候又太水了。恭喜昨天所有拿到比赛成绩的小伙伴，你看我不说好成绩，只要拿到成绩就很了不起，没拿到成绩也是一种激励对自己。因为其实我的整个的人生中，不管是跑步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也是有很多的失败的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特别恭喜2位老哥，60后副中心跑了338，厉害。60后基本上都快是我父母的年纪了，我父母都是60年，一个59年，一个60年，了不起。43岁大哥首马330，了不起。恭喜2位，还有好多值得恭喜的小伙伴，但是确实手上这个胶布写不下那么多。有人问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最便宜的那种绩效贴。当然了，你弄宽一点的医用胶布也行，能写字儿就行，能贴上。其实我之前还想过那种不是这么有弹性的臂套，或者是说用弹性的材料绣一个目标成绩呢在臂套上，这都是可以 DIY 的。一个小伙伴问我每天这时候跑步什么时候吃早饭，吃什么？我之前分享过，但是我这视频的问题是标题起的不好，有时候可能大家找不到。像这个季节我就是空腹晨跑，起来看会儿电视，缓一缓，喝杯咖啡，黑咖啡就出门了，回家再吃饭，差不多7点多吃完早饭。这些年都是家属准备早饭，家里人很支持，
有一个小伙伴说，已经要去北京的半程马拉松了，家人特别反对，最后全都退掉了。这个事儿吧，我之前也提过很多次。首先需要双向的沟通，这个不可避免。另外还有一些说服别人的小办法。就举个例子，我那时候就跟家属说，我说你回忆回忆，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其实4个父母也都是觉得怕不安全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我都胖成那样了，那时候都中度脂肪肝了，我跑步居然还说不安全，那我还说什么呢？后来就不说了。后来我做出了一些成绩，或者就算我没有做出成绩，我相信如果您能坚持这样练的话，你周围的所有人都会祝福你的，真的。就有的时候付出努力，并不是希望说得到别人的夸奖或者比别人强，只需要让别人觉得你值得肯定就可以了。你们看那前面那辆红色的公路车，这条路上老有一个人先骑车再跑步，然后再骑车，跑得还挺好的，可能是铁三爱好者。下一个，看了好多比赛的报名都要之前有成绩，这个国内现在好多都这样，就是从有一年的北马开始的，以前不这样，这真的没办法。这就跟打怪升级吧，你就找一个小比赛，填写承认的，可以报名的，一开始就好了。什么事儿就怕开始，只要开始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如果永远不开始，就永远不会有结果。给您加油！半程马拉松跑到125了。希望全程马拉松进300，希望询问一些训练的方法。其实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全马想进300，半程马拉松跑进1小时20会比较的稳妥。您说的没错，半程马拉松1小时25到1小时20这个段路，主要是速度耐力，其实和绝对速度关系还不大。因为大部分触及不到一般人的绝对速度，多跑8到16公里的乳酸阈值的那种跑，强度跑，把半马成绩再提高5分钟，然后再去想后半程不掉速的事儿。而且其实我的经验和我的经历，我其实不太跑太多30公里的，大家天天看我训练，对吧？如果您把我这1年的视频弄下来，就能知道我每天跑的什么。我很少跑30公里，甚至很少跑21公里以上。其实就是单次的距离在16、17公里以上就很有用，和30公里差不多。就日常训练的提升来看，大多数赛前的30公里是提升信心的。加油干！中学生只有周末有时间，有什么建议？首先，您中学生能够热爱跑步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觉得这时候就是顺其自然，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跑一跑。因为像您这个年纪，一切都是充满可能，也充满未知，是一个特别好的年纪，什么事儿都可以试。也许您爱上了它，将来就有更多的时间；也许您不喜欢它，跑跑也就算了。并不是说跑步就好，不跑步就不好，对吧？就我不认同那种所谓的我要努力只学习去考试，但是我也不认同那种特别随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认同的是一种说庸俗点就是团结紧张，严肃活泼，适度适量就行了。一个时期总会有一个时期更重要的事情。如果只能在周末跑跑呢，
看您的能力，能跑5公里跑5公里，能跑8公里跑8公里，但是不建议跑8公里以上了。您的这个年纪，可能对关节呀、软骨啊什么的会有一些影响。加油干！带着 Stride 跑步跟跑步机的距离不一样，怎么办？如果您是最新这一代的 Stride，100%相信 Stride 就完了。大多数跑步机都是不准的，对吧？大多数跑步机肯定是不准的，而且还有腾空这一段呢。跑步机准确应该是建立在，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，就是腾空之后向前的速度和跑步机向后的速度得一样吧。我跑过最准的一个跑步机就是那次去测试最大摄氧量，其他的都差挺多的。最离谱的、挺高级的健身房，可能跑一个半程马拉松能差4公里。如果是上一代的 Stride， 按照您的描述，可能也要相信 Stride。上一代就是不同的鞋校准系数会差一些，但是不会超过千分之50%，就是5%，不会超过5%。一个小伙伴出差去了山里，1600的海拔，周围没有人，要好久，说都不会跟人说话了。祝福您啊，没事儿，我们频道这么多小伙伴陪着您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人生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不会每一个阶段都尽如人意。看啊，佳明的表连了心率带和 Stride， 问手表上的配速来自哪儿？是来自心率带还是 Stride？ 我不太懂，心率带不太能提供配速，但是我可以跟您大概分享一下。几乎市面上任何的手表，包括苹果，只要你连接了外置的心率设备，这个设备就会接管整个的心率系统，光电心率就不读了，就不起作用了。所以也回答一些苹果的用户的问题，只要您连上了心率带，这个手表带来的心率数据，就算你不运动，那个平常收集的也是心率带的。然后至于速度呢，还有距离这些，要看设置。佳明是在 ANT 协议连接 Stride 的时候，才可以通过它获得配速。在传感器里边选那个计步器 ，Stride 连到佳明会有2个设备，一个功率计，一个计步器。选那个计步，然后设置一下速度来源就行了。苹果也一样。苹果 Stride 官方的软件是不允许通过 GPS 获得配速距离的，必须得是通过 Stride， 不用设。WOD 是可以设置的，高驰也是可以设置的，跟佳明的逻辑一样。但是高驰 Stride 是会显示成一个设备，这点我认为高驰会稍微的清晰一些。佳明这边连一个 Stride 会显示4个设备，因为2个蓝牙的，2个 ANT 的，可能思考的方式不一样，这个没有对错，只有习惯。就像好多小伙伴说这个软件好，那个手表好，其实大部分时候没有对错，都是习惯。因为这个行业没有什么科技垄断和秘密，真的没有，就是看谁能做的又便宜又好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今天准备的应该都回完了，再次恭喜各位昨天完赛的小伙伴们。今天也是波士顿马拉松倒计时1周了，但是按美国时间还没有倒计时8天。4月10号星期一清晨，好天气啊！训练结束，6点40，今天就跑了10公里。平均配速4分33，心率147，步频195，功率226。这整个4天跑都少，前2天都是18，
昨天是13，今天是10，然后明天休息，后天跑一个轻松跑，之后就出发了。到那边以后，应该参加完博览会，会在周六有一个训练，跑一个轻松跑的3-4公里，之后冲几组100米。周日休息，周一比赛。还没看天气，现在准确的天气预报应该已经有了。那边比这边冷，波士顿每年的天气都是挺冷的，而且，总容易赶上一些极限的天气，行吧？我那天节目说我对 PB 什么的这个看法，包括这次波士顿，我是很认真的。就是到现在我跑到2小时44，我的 PB 是2小时44分10几秒。其实我那天跟家属聊，就是我跑到243对我来说，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，因为其实我只要维持现状去训练去积累，我是肯定可以跑到243的。但是呢，我总说可能2小时40的这段路，也许永远都走不到，也许某一次能够碰巧走到，因为毕竟天赋啊、身体条件呀、每个人真的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我现在更在意的是波士顿的开心完赛和是否真的有朝一日能够240，就是这样了。波士顿真的是要开心完赛，不冲，我争取尽量的多拍摄。但是它那个赛道是一条大直线，不知道怎么能拿摄像机。我想是不是从头就拿着现在这个小摄像机，我再研究研究，好吧？那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我的休息日了。再次祝贺所有昨天参赛的小伙伴们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